自从赛季初读卡牌这套阵容被开发之后，卡牌这套阵容就从未跌下过 T1 阵容的梯队。为何在高分玩家手中这套阵容如此毒瘤，上线吃鸡，下线也能吃分？这期视频将教会你读卡牌的阵容玩法。死板的卡牌阵容实际上也有着灵活多变的打法。图中的6个棋子是卡牌在6级时会用到的一套闭环构筑。我们需要递出3星的卡牌之后再继续上人口。这里有一些小细节需要大家注意一下。首先，在布隆没有2的时候，可以先把肉装分给2星的蝎子或者2星的酒桶。在有转职的时候，我们会优先下掉格斗。例如我们手上有一个重装转，我们会下掉酒桶之后，再上一个拉亚斯特，凑成4重装的组合。因为我们在3阶段的装备不一定够用，所以卡牌很可能只带1把羊刀。那么这个时候4重装，或者说是2重装2格斗的组合，就能很好的弥补前排的坦度，2战地也能很好的弥补卡牌中期缺少的伤害。这样就能很方便的让卡牌在中期得到舒服的过渡。然后重点讲一下德莱厄斯这张牌，在遇到卡格子的情况的时候，诺手这张牌是可以考虑不追的，因为我们这套阵容的上限其实是3星的布隆，所以我们会考虑在卡牌3了之后继续在7级第3星的布隆。这个时候酒桶是没有办法上的，因为我们在7级少一个格子，我们要么开出5星迪迦来给布隆戴帽子，要么开出4重装来继续增强前排的坦度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在7级都不可能再上一个斗士，所以说德莱厄斯这张牌在能够3的情况下可以让它3，在格子数量卡住的情况下，它3不3也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后期要么给女枪戴帽子，要么给布隆戴帽子，是绝对不可能多出一个帽子给德莱厄斯的。所以德莱厄斯这张牌就算是3了，用处也不是特别大，除非是在布隆没有3的情况下，用3星的德莱厄斯充当前排。如果是用3星的德莱厄斯充当前排，那么我们8级时的构筑就是这个样子。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的布隆没有3星，并且我们没有上4重装，我们后期的上限是很低的，大部分情况下都只能混个分而吃不到鸡。这套阵容对转职的消化能力也特别强。那么这里唯一不太推荐的是斗转。如果我们在6级有星迪迦转的话，依旧是下掉酒桶，开出5星迪迦来。如果我们有重装转的话，就可以开4重装。无论是哪一个转职，都能让我们在6级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，都是非常优质的海克斯强化。装备方面，卡牌的3件神装最好都不要动，电刀、水银、红都是可以暂时过渡的装备，后期最好都换掉。水银在16秒之前和羊刀打出的输出是差不多的，还有一个免控的效果。不要因为一直找不到卡牌的装备就一直不给。布隆的装备一般是靠捡破烂，以过渡为主，中期过渡能用的肉装都能合，最好帮卡牌补一个减抗或者重伤。卡牌的奥恩神器中只有金身和投机是表现不错的，智慧默认是很一般的装备。光明装备中，光电刀和光科技枪的表现都很不错，光巨杀的胜率最高，很可能是因为崇高冒险的原因。对于布隆而言，只要他能够3，他的奥恩神器和光明装的胜率都是很高的，大家可以按照图中的推荐给，越靠前胜率越高。卡牌虽然是一套赌狗阵容，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公式，所以这里准备了3场实战素材为大家讲解这套阵容。卡牌确定阵容的核心是一张卡牌加上一个羊刀的散件，这里我们刚好有一张卡牌和一把弓，就在考虑要不要玩卡牌，但这个时候还不太确定，因为很可能别人会拿经济海克斯和你对冲。我们选择拿下了一个战力海克斯。拿下战力海克斯的好处就是在3阶段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足够的战力能稳住我们3阶段的连胜，同时能观察一下场外的局势。如果场外有同行内卷的话，我们还能转到像原计划这样的阵容上去。这里之所以不拿辛迪迦的专属强化，是因为辛迪迦的专属强化普遍都不是很强。如果真心想要玩到卡牌的话，最好选择一个经济海克斯，让卡牌快速3星，或者选择优质的战力海克斯，方便我们中期打出连胜关系。3个回合之后，我们开始开装备。其实这里开的不是很好，没有开出适合卡牌的装备。如果这里能开出双羊刀或者羊刀加科技枪的话，我们这里的连胜就比较稳定了。我们依旧能够搭出一个不错的阵容来，只不过第2把羊刀想要拿到还有点麻烦。
正常来说，拿了战力最好5连败进野，这样能够补充一下经济。这里遇到了一家空城的执事，也是没有办法，只好以4负1胜进入野怪。野怪回来报的装备有点麻烦，这里如果合成科技枪的话，就不好做第2把羊刀了，很有可能导致一整把游戏都找不到第2个羊刀，所以决定先看一个海克斯再说。海克斯这里墓志铭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如果以重装的布隆作为主坦的话，墓志铭提供的护盾能够触发重装的减伤，让前排变得特别肉。这里3个2惯例拉6，我们选择小弟2下，递出了2星卡牌就很舒服了，能够保证3阶段的连胜。因为这里钱特别少，其实拉6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如果这里找不到2星的卡牌，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崩盘，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卡着30地，千万不能一下子为了找2星卡牌而心急。这里遇到的重装和斗士牌最好都留一下，但凡有一个2星前排都可以上去吃装备作为主坦。主要是这里没有找到一张布隆，所以说没有开出新迪迦来，还是稍微有点弱。选秀我们拿到了一张魔抗布隆，这里需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做水银。水银后面可以换给女枪用，不过女枪的水银效果比较一般，用处不是特别大。这里权衡的关键点在于你觉得自己的战力够不够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战力足够，就可以晚一点合这个水银。如果你觉得现在需要保住你的连胜，就可以把水银给合掉。野怪这里爆出的装备还是做不出第2把羊刀。我们继续看一下第3个海克斯，再做出我们的选择。海克斯这里出了英勇福袋，我们果断选择拿下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卡牌和布隆数量都不是很多，急需要一个经济海克斯来补充我们的经济，并且妮蔻很适合捏布隆这样的3费卡了。野怪回来，我们成功找到了卡牌的第2把羊刀。这个时候我们有2个优质的战力，并且装备都是合适的，所以我们连胜也在情理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不吃分都难。唯一要考虑的事情是如何拉着上线去奔吃鸡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上8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连胜，我们现在的每一波连胜都能为我们带来3块钱，同时能够让对手的压力更大。找到了一个重装转上9，并且找到了阿罗拉，但是布隆因为迟迟没有3星，所以掉了好几波容错。最后因为卡牌的发呆，只取得了第3的名次。我们快速来到第2把对局，以精灵精粹作为保底，把左边3个都刷掉之后，感觉一般般。这个时候拿精灵精粹刚好能合一个冰甲来，基本稳定，能每波打出1块钱来。我们的装备其实并不适合拿原计划巨块来进行过渡，况且原计划巨块中海格斯一开始拿并不是很强，所以我们选择拿下了精灵精粹。精灵精粹一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海格斯，既有战力又有经济，后期还能拿重铸器把2个神器给敲掉。因为连胜，我们在选秀抢不到羊刀，最后在2-5断掉了连胜。出野怪我们刚好找到了羊刀，这个时候就基本上确定下来是卡牌体系了。精灵精粹既能为我们提供2件很棒的装备，又能为我们提供很高的经济，我们这把的优势非常大。因为我们已经拿了补装备的精灵精粹，所以这里尽量不要再拿装备类的海格斯了。我们选择拿下非常适合赌狗的4级代发。3阶段就主要卡着30或者40的利息框框地，在有了确保可以连胜的质量之后，可以吃50块钱。中期能够打出连胜就尽量打出连胜，这样的话容错比较高。如果后面抽的不顺利，还能用容错来拖2波节奏。这里遇到了一家值得等待的妖姬，输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大致的节奏是对的就行。野怪出来就根据报的装备有什么做什么，优先做核心装备，其次做功能装备，剩下的装备什么强都可以顺手做出来。
在有听牌的对子之后，可以考虑梭哈冲几个3星出来，这样可以持续的保持我们的胜负关系。第3个海格斯，我们留下光明装备作为保底，刷到了飞升。飞升是卡牌阵容最好的海格斯，特别是在布隆能够3星的情况下，因为卡牌是一个需要叠羊刀的义子，所以在后面触发飞升之后，羊刀叠起来之后伤害就特别高。可以看到，玩赌狗阵容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维持自己的质量和节奏。赌狗阵容是节奏阵容，而并非运营阵容，所以很多时候看起来很对，但是却吃不到分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对于节奏的把控太差了。野怪打完，我们找出了3星的布隆，不过之前没有留下重装的义子，这里刚好还开不出4重装来。6阶段我们挑掉了大横之铠，除了一个没什么用的弯刀。不过这把我们因为精灵精粹的缘故，能够上9开出5星迪加4重装了，这样我们的上限就拉满了。至于具体能不能吃鸡，还是要看外面的质量。如果遇到了像这家一样5个转职加潘多拉的原计划，是怎么样都打不过的。最后打这家圆的镜像差的还不是特别多，如果女枪2了，说不定还有机会能赢。最后快速过一下这把最糊的卡牌，金色炊具开局，刚好又有卡牌羊刀，只要找到魔抗，我们就能把辛迪加转给合出来，一直给布隆吃血量。因为这把素材是版本更新之前的素材，之前的狮子狗特别厉害，所以在考虑要不要拿这个裁决避开和别人的同行。不过想了想，我们这把最差也能去玩一个迅击的德莱文，怎么都不会特别差，所以还是选择拿下了金色炊具。这里连败又被断了，因为我们开局没有拿经济，所以经济还是比较差的。第2个海格斯我们刷到了飞升，果断选择拿下。金色的飞升是比彩色飞升强特别多的，因为彩色的飞升并没有那么超模，就算是15秒飞起来之后也只有45%的增伤，而金色的飞升飞起来之后直接有60%的增伤，并且作为一个金色的海格斯，其他人的强度不会特别高。我们有辛迪加转就可以上4重装来增强我们中期的过渡能力。这里野怪打完刚好能把这个水银合出来，那就索性合了算了，因为这2个海格斯后期的上限是很高的，所以我们中期的节奏一定要稳住，尽量多留下一些容错来。海格斯这里找到了同样用来拖时间的巨块，这样我们的飞升就能很稳定的飞出来了。我们的卡牌数量虽然很少，但是我们布隆的数量是很多的，所以这把只要能够撑到卡牌和布隆双3，我们保底吃个前2前3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们这里把该合的装备都合了，战力也是3战力，所以就算一个都没有3星，也能赢下大部分的对手。即便打这家3个过路养的大成狮子狗，也凭借飞升之后的超高伤害成功将对方拿下。最后拿到了辛迪加转，开出了仅次于10人口大羁绊的7星迪加。正常对决里能开出7星迪加来，基本就不可能吃不到鸡。这期视频差不多就讲到这里了，大部分阵容的细节都已经讲完了。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惑，可以留在评论区里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